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继续涂无痕圣杯的小宠物啊。这其实是随从啊，你可以理解它是这个游戏里边咱们主人公带着它以后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有一个技能，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所以实际上没有这个小模型也能玩，有的小模型呢代入感可能更强一点吧。然后咱们这次涂的呢是一个，这算啥？他说是野猫啊，但是这个野猫的爪子看着特别锋利，又不太像咱们理解上的猫，可能是那种就是接近于猫啊、豹类啊，就是大猫和小猫之间的那种东西吧，好像是有什么猎猫啊什么，有点像那个豹子的那种偏向啊。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这个尾巴又有点像狼的尾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做的原因。猫尾巴哪有这样的，对吧？这个无所谓啊，咱们这一次呢继续涂装，我依然是用我自己的一些技巧啊，来尝试给它画一些环境光。相对来说的话，可能要比前面那两个啊经验略微多了一点，所以效果可能会稍好一些，大家也可以看到。行，那废话不多说，咱们今天用一点时间来把这个涂装过程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咱们黑色打底这块咱就不多说了。在打底之后呢，首先还是先要输出主体的颜色嘛。这一次我给它主体的颜色是直接上了这种偏白色的黄，可能大家看不太出来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偏白色的黄。然后在这之上就再给它做皮毛，但是因为这个模型啊，它的那个细节真心不太好，而且说实话，除了细节以外，它的毛发的表现形式也非常的粗糙，以至于我在这儿当时都不知道如何下笔。最后只能是什么？只能是先把颜色涂上去，然后再去修补，以此种方式来尽可能的给它增加一些效果吧。顺便说一下，这一次之所以用这种偏白的黄色，大家看这种特别白，对吧？甚至没有黄的感觉了。还有一点就是想给它做一个光的表现。很多朋友可能会看到很多大师啊，就是涂装的大佬，他们会用喷笔去做一个预制阴影，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我没有条件用喷笔，确实我之前试过，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是不喜欢用，另外一个就是真的条件不高。用喷笔的条件其实还是挺高的，基于此的话我也没办法，所以就用这种笔涂的方式来给它做预制阴影的这种概念吧。也就是说，把亮部和暗部用这种方式区分一下，这是我这次涂这个效果的目的。当然了，其结果自然也不会像喷笔喷的那么柔和。喷笔的特点就是可以喷得非常的柔和，而我是没有办法喷到那个效果的。以此类推，校园修习4在这种稍微差一些的所谓烂胶的微缩模型上面，还是可以实现一些的啊。行，咱们这块的话时间非常长，咱们可把这块跳过。身上的话，我后来是用一些黄色给它做了一个区分的，就是跟白色那块做了一些区分，让它参差一下，颜色之间做一个相对的嵌套，这样的效果呢，相对来说做了初步的效果，应该说是虽然说还没有完全涂完，但是它可以做一个区分的话，为后续的涂装做一个打底。之后的话，就是这一次涂装是以主体主色先把它都糊上去为主，也就是说是先做分色。所以现在我开始涂它下边这个地台，这个地台是3本书啊。这个猫为什么踩在书上？其他的动物为什么不是呢？可能是在国外，猫是一智慧的化身吧。基于此呢，3本书为了区分的话，咱们要给它做3种不同的颜色。我选择的是蓝色、绿色和红色。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颜色，毕竟书皮什么颜色都可以。如果你想要更加的旧，更加的偏向于古朴，那实际上3本书颜色一样也可以。古代的颜色就是硬皮封皮，尤其是欧洲那边硬皮封皮，其实是非常贵的嘛。他们每一本书为了保护好，都会加硬皮儿。然后每一本书的硬皮儿的话，其实颜色也差不太多，都是那种深棕色的皮革质啊。其实虽然说是咱们现在很多书都是硬纸啊模仿的，为了降低价格嘛，但古代的书好像很多是真皮，真皮。哎呀，那个其实我也挺喜欢的，但是太贵了。那这一次的话，我这边就是相当于给它提供了一些分色。其实主要为的目的，一个是把它区分开，3本书区分开，另外一个就是方便后续在上面做光。因为这一次主要的目标是练习环境光，
所以我把它分开以后，可以尝试不同颜色，用环境光去做遮罩之后，它会呈现出什么效果。这样的话，也给我后续的涂装增加经验，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行，基于此的话，其实在咱们到现在为止，主体部分的颜色就区分的差不多了。大家可以看到，猫本身是一个主体颜色，然后3本书也是3个主体颜色，剩下的就是地台那块。地台那块的颜色其实并不重要啊。所谓的地台，你可以随便糊嘛，对吧？一般来说，它这边是石头和砂石，那么基于我的话，是可以考虑去糊一些所谓的棕色呀、黄色呀，然后后期再在上面做那种打光。大家可以在最开始看到我旋转图的时候能看到这块，对吧？我是有打光的，还是用红色打光来做练习。这个咱们后期涂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会把在视频的后半部分会有那个涂装效果。而现在的话，实际上我是在什么？我是在做过渡。做过渡的话，还是那句话，我之前也说过，它其实有2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先把2级过渡做出来，再做中间过渡；还有一种方式是从底到高，或者从高到底一次做。如果你从高到底的话，实际上就不太好做。如从底到高的话，相对来说好做一些，毕竟你光打到的地方应该是少数，对吧？所以从暗到亮来做，相对来说方便一点。而我这次基本上就属于从底到高，从暗到亮去做。所以现在我在上第2层颜色是有区别的，只不过大家看不太出来，因为它那块跟那个本身蓝色的混合比啊，实际上是相对来说本身蓝色应该是在90%到80%到90%之间，所以它颜色差别不是很大。但是等它干掉以后，颜色是可以看出分层的。这个是不知道是丙烯颜料这样还是所有颜料这样，确实在很多次涂装中都会有这种感觉。然后的话，这个书的书叶和书皮它可不是一个颜色，这又是为什么我现在会用黄色来在中间去刷。我的目的是为了把书叶刷出来。这个书叶的话，你其实是可以用咱们一般看的话，牛皮纸会相对颜色深一些。如果是咱们现在的精装书或者是普通书都是用白叶的话，那它颜色会浅一些，但是它也不是纯白而且在这个方面的话，它这个书叶实际上是照不到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又是古代的书，其实它书叶应该是相对偏暗的，所以用黄色涂一层，然后再想办法可以用洗漆也好，或者说是用什么颜色给它做出过渡渐变，比如说在黄色上面再加白，然后在书叶的缝隙上面稍微涂一点，这样的话颜色就拉开了。因为它是书叶，你也看不太清楚，所以在这一块大家并不用太仔细，我也不会太仔细的去涂，只不过是给它分层而已。毕竟你不涂的话，看着很明显；涂完的话，干了以后，大家可能一看有点颜色就可以了。这跟人眼有关系，所以我一直觉得，包括美术啊，包括很多东西，油画也是，你离近了看它就是各种颜料块，但离远了看它就是一幅画，实际上是人自己的大脑和眼睛对它进行了补完。好，各位，大家可以现在看到我基本上把书页的边角各方面都涂完了。以此来看的话，最下层那块最亮的地方还是用橙色涂，绿色呢就是添了一些偏黄和偏白的颜色进去。当然了，这还不是最后一层，最后一层还是要用白色去勾边儿，以此来得到最好的效果。或者是白色的70%左右，然后配上原先颜色，就像现在这样，配上一些原先的蓝色呀、黄色、绿色、橙色等等，来给它做一个边儿。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亮，最终上白，这是最后了。但是白一定要最后上，如果你一上来就上白，你就没有过渡可做了。然后最近学了一个方法，后期的话我会尝试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用 link 漆，就是墨水漆啊，都有卖的，它是特别透的各种颜色，各个牌子的都有啊。调和、稀释，然后用它在过渡中间去刷，上 link 漆，上完之后再上最亮光。这是跟一个视频学到的，这样的话过渡会更加的柔和一点。到时候会试一下。到时候结果如何，咱们再看吧。总之，现阶段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按照我这种方式尝试一下，一层一层上。我这个书的话，虽然它很小啊，但是我上了有4层到5层之多，最后出来的这个效果
当然了，如果大家觉得4层5层还少不够满意，你还可以接着上。我呢偷懒了，毕竟再让我上的话，时间就很长了。这个模型涂的时间其实挺长的，最后加一块大概得有4个多小时。我当时候基本上就是偷懒，最后就没有花那么长时间去涂。然后的话，这一块书咱们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效果，涂的就差不多到此为止了。然后后面的话，咱们可以去关注一下环境光的涂装，因为猫本身没有太多可说的，咱们可以最后看一下光是怎么涂的。环境光的话，实际上相对来说就涂的比较随意啊。咱们这几次的视频都是在练习这个环境光，相对来说就比较随意了。这一次直接是用红色糊上去，把几乎一半多的地台都糊成了红色，然后剩下的地方，包括这个咱们主体的部分，那3本书，还有这个猫的一侧，也都给它糊上了红色，目的就是做一个打光，让这个光呢效果一层一层往上做。这个光的话，如果是红色的话，大家也可以往里边增加一些暗色。如果你不喜欢太暗的光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就像我这样，直接就往上糊就完了。然后对过的话，我实际上糊的是偏棕的一个颜色，加了一点黑，加了一点蓝，然后让它颜色不至于那么突兀，做了一些小过渡啊。大家可以看到棕色其实很明显啊。这就是第一步的地台的内容。咱们先把基础色添上去，等它稍微干了一些，大家就可以接着往上第2层了啊。我这边第2层选的是橙色和红色的一个偏的过程，同时呢，在做边缘的地方，在做各种各样的，尽可能做一些过渡啊，以让它的颜色不会更加突兀。当然了，现阶段来说，我的能力还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最终效果，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的做法的话，还是并不是非常的效果特别好，但是大致有那么一个意思了吧。现在上的话就是一层一层往上，橙色的话，因为我这边用的是黑拜尔的，所以它显色非常的好。这个牌子的颜色特点就是特别的正。你要是不对，你纯用的话，它颜色特别的正，特别的饱和。你上几层就会发现特别好看。日本牌子还有日本牌子好处啊，这个，但是我肯定是不能直接糊上，还是要做一些调色，所以我会跟红色呀，会跟橙色去做。然后光的话，这一次基本上是从这一面的下边往上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是边边啊、沿沿的地方，颜色要会更亮一些。做一些突出，像现在我在给书的边啊去做这么一个颜色，大家可以也用这种方式去做。就是虽然它这个火光啊，怎么说呢？大家一定要脑子里形成这种光的直射这种过程。咱们这一次的涂装并不会涉及到反射，因为是为了简化。虽然没有反射的话效果会差，但是其结果可能会很好看。就比如说这个石头如果有反射的话，里边的颜色不可能是白色的。书那边打上的光反射到石头上，它会呈现什么？会呈现光以及书本身颜色的一个过渡，所以侧面的反光颜色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我现在是省掉的这一块，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尝试。而且光的反射怎么说呢？比如说书照了一个黄光，黄光往上面反射，它要是金属的话，它能反射出什么来？它能反射出书本身的颜色，还能反射出书的颜色和光的颜色，还能反射出书和光融合的颜色。你甚至可以自己去加各种各样的颜色来给它做一个反光的效果。这其实就是咱们一般人和人家在美术啊学过这方面知识的人之间的最大差别，就是你根本不掌握、不具备这个知识。当然，反射也可以做非常纯的颜色，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的模型涂装师，它的金属特别的纯，过渡特别好，里边没有特别多的杂色，但是也很好看。那其实就是纯的反光的色。像郭老师，他的颜色非常丰富，非常好看。他其实就是在反光里边加了很多很多的颜色，真的非常好看。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不同的涂法有不同的效果，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涂就好。那行，咱们今天的视频基本上就是这个结果了。如果大家要想看整个的涂装过程，因为这一次非常长，我会在爱发电里边放
2个视频分上下集。如果大家想看完全的涂装过程，可以考虑去充块钱。如果不需要的话，这个应该也能给你参考，我觉得也够了。行，那别的不多说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视频，我是乱世。最后给大家还是放一下那个整个旋转的图，让大家可以有机会做，就说白了是整个旋转图以后，大家如果想参考，你是可以点暂停去看的，好吧？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视频，咱们有缘再见，拜拜各位。